喂，喂，喂，叫我小骗子，还把我踹到河里。今天不叫你去这河里泡泡冷水，枉你叫我小骗子。算了，看在你去河里救我的份上，我再帮你一次吧，免得那些追兵过来一刀把你给砍了。没带干粮出来，真是失策。兔肉吃不吃啊？是你？是啊，是我啊。你那针上的麻药可真厉害，让我睡到天晚时分才行。我这醒来一看，麻也没了，你也跑了。哎，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走了2个多时辰的路走到这儿，老天有眼，让我在这儿遇到了你。我就知道是你这样歹毒的人才设计得出这样的陷阱。你也太会冤枉我了吧！这明明就是猎人猎熊用的猎洞，你看这洞挖的这么深，就知道费一日之功了。你刚才还看到马蜂了吧？是又怎么样？这不就对了？这山间熊多，熊皮、熊胆、熊掌皆是奇珍，能卖个高价钱。但猎熊极难，不过熊呢又爱吃山蜜，所以猎人一般会挑有蜂窝的地方设置这样的陷阱。哎呀，只是猎人没有想到，这熊嘛没猎到，小骗子落网一头。真香啊！那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我呢，请你吃兔腿，你呢，把军粮还给我。什么叫把军粮还给你啊？那明明就是我用计赚来的军粮。真香啊！哇，
好好吃啊！我跟你做个交易怎么样？兔子呢，一共有4条腿，你不会让我把这4条腿都吃了吧？何校尉，你已经1天1夜没有吃东西了。我刚烤这兔子的时候啊，滋滋的那个肉直冒油啊，你知道有多香吗？哎，告诉你啊，只要你赶紧把军粮给我，我呢就请你吃兔肉。哎，行，既然要谈，总得有点诚意吧。你先救我上去，然后我就把军粮分你一半。不过这一半军粮也要等到你把我护送到崔家军大营之后，我才能给你。哎呀，你这个小骗子，把我当成小傻瓜了是吧？说吧，身上还有多少那种竹筒，多少根那种毒针啊？怎么害怕了？那你别救我出去好了，你走吧，让我一个人死在这儿，你的军粮也没了。回头等我们家公子知道我的死讯，也一定会震怒，他会来替我报仇的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下来陪你了。啊！你疯了！就我一个人在里面，你还能救我上去？现在你也下来，我们俩怎么上去啊？托你托福，井里我也待过了，河里我也待过了。你说咱们这么有缘分，你都掉陷阱里了，我能不下来陪你同生共死吗？轻薄冷的。喂，你今天1天骂我2回了，我这个人很记仇的。我本来想给你2条兔腿的，但你骂我1次，我少给你1条。你今天骂我2次，你1条都没得吃，只能看我吃。哦，真香。啊，我这个人很恩怨分明的。虽然你拿针刺晕了我，但你临走前好心在我身上堆了堆草，一马归一马。快点。怎么样，我的手艺？是烤的不错，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告诉我，咱们俩到底怎么上去？你怎么知道我有办法上去啊？虽然跟你认识不久，但你这为人啊，阴险狡诈，岂会行毫无办法之事啊？你既然能够下来，就肯定有办法能上去。你这样对我评价挺高的哦。你都这么说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今晚呢，不打算上去。什么？都这么黑了，这深山密林的，谁知道除了熊还有什么猛兽啊？突然再来个老虎、豹子什么的，那不就全完了吗？我知道你身上有药粉，蛇蚁不侵，但那些猛兽可不怕你的药粉。所以呢，听我说，乖乖在这里睡上一觉，明天一早，我自当挟持何校尉，去你们崔家军换取军粮。哼，如此无耻伎俩，还说的这样理直气壮。我们不彼此彼此吗？有人来了。你自己说的，深山密林，野兽横行，哪来的人？说，你们俩鬼鬼祟祟的，来俺们身上干嘛？大哥，我看这俩人穿的都是皮靴，定是2只肥羊。这个女扮男装的女娘长得好看，大哥，你还没有压寨夫人，不如娶了当夫人。娶了，换钱；娶了，换钱；娶了，换去了！我闭嘴！谁是老大？大哥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什么人？实话告诉你吧，
其实我是皇孙李逆的爱妾。我的夫婿不仅是皇孙，还是赫赫有名的平叛元帅，年纪轻轻便领镇西诸府统大军10万。我的夫婿此刻正在望州城里面，只要你们把我放了，必定奉上钱财万贯。胡说八道！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皇孙李逆的爱妾，那我自然是他的护卫。我奉皇孙之命护他去望州。这皇帝老人一家不都被杀光了？你们在这张嘴胡说八道，说什么皇孙？以为俺们是好骗的？想骗我们？大哥，这女娘口口声声说她夫婿是镇西元帅，我们赵二哥不是曾经在镇西军中吗？不如我们把赵二哥请出来辨辨真假。去请二哥来。是哪里来的小贼，敢冒充我镇西军中人？二哥！老哥，石七郎，真的是你啊，兄弟！快解开！快解开！他竟然是皇孙石七郎李逆！哎，你信不信我？信不信我来？对，慢点，把这女的绑紧！快紧点啊！紧点，使劲儿！将军，这是那崔家军何校尉的马，马既然在此，人必然还没跑远。这山林密集，我军又劳顿一夜，恐怕难以追上。将军，为何我们不直接夺回望州城？镇西军兵强马壮，崔家军虎视眈眈，敌强我弱，不可硬攻。只有先拿住小裴将军和何校尉这2个要紧的人物，才能去换回城池。此时我们人困马乏，大营又被火烧了，还伤了不少兄弟。照这样下去，那2个紧要人物没追上，大伙儿却被困倒在这山里了。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歇脚？这明代山一带有一伙山匪，自建山寨，占山为王，平时道不扰民，所以我们望州守军也就没剿灭他们。传令，先攻下山寨。我军大营被烧，已经没了落脚的地方，先休养生息，占山为王，等待孙大都督的援军前来。是，走。石七郎，这次你是从哪儿来？打算去哪儿啊？赵二哥，石七郎这次啊是要护送皇孙的小妾去望州呢。我就说那个皇孙不是个东西，大敌当前，他还想着女人。我受伤后，朝廷本来说要给我20亩屯田，我一合计，回家种粮也是一条生路，但是没想到朝廷竟然诓人，他们把田给了皇帝的儿子做皇庄，我老母亲就是这样被活活饿死的。我一气之下就投奔了明代寨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孙坚造反后，很多村庄都被大军践踏，现如今都不知道我们村儿还有没有活着的人。石七郎，你不知道，我原先我是乡里头算命的呀，我算是可以养家糊口了吧？啊，这朝廷他数次征徭役，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我这才落草为寇的呀。咱们这儿的兄弟，个个都有一腔骨气，无论是姓李的做天下，还是姓孙的那个老贼，都不给俺们活路，俺们没办法才上山当强盗。石七郎，既然你来都来了，不如就当大哥，带着咱们一起去投奔镇西军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，大哥？对，俺们奉你为大哥。大哥，
今儿就是良辰吉日，咱们正好烧香结义。好，就把这女娘杀了祭天。不能杀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！大哥，这是为何？谁知道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她是皇孙的侍妾，但她是我的心上人。我们俩两情相悦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，相约私奔而去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为何不早说？这阿嫂还被绑着呢，地上多凉啊！阿嫂，我替你送袜子。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？阿嫂多有得罪。这是什么？大哥，俺们山中简陋，不能为你和阿嫂拜堂成亲。不过这个洞房可是不能少的。大哥，你不要不好意思，来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去吧，快抓紧！兄弟，良辰苦短，我们先走了。走。镇西军的小裴将军哈。皇孙李逆的爱妾啊！十七郎！兄弟们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洞房花烛怎么能没有这个呢？拿着，别让阿嫂等急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快，我走了。这镇西军中赫赫有名的17郎就是皇孙李逆，这帮山匪不知道，但我可知道。哎，奇怪了，那个赵有德之前也在镇西军，为什么他不知道？哦，原来某些人之前一直在军中隐姓埋名，但是后来军功累积到要阴封3代的时候，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，赵有德已经离开镇西军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刚才没有拆穿我，怎么？难道现在想拆穿我？没想到你居然会假借小裴将军的名字，连我都差点被你骗了。若非如此，怎么能亲耳听到某些人说她是皇孙李逆的爱妾呢？小人，呸！喂，起来！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上。我折腾了一天了，我得好好歇息一下，我才能应付你这个诡计多端、满口谎言的小骗子。快点！哼，你是君子，你睡地上吧。哎呀，你做什么？什么做什么？哎呀，既然你都是我的爱妾了，那我们躺在一张床上睡觉，也可以吧？登徒子！哎，你都这么骂我了，那我肯定不能枉担这个虚名啊！哼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此人如此无礼，我一箭射死他，给你出气。哎，好啊，你们家校尉早就想这么做了，不过他到现在都没有得逞。你要不要试一下呀？你住手！
这句话到我说了，自己人。出事了！有人打上来了！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哥，外边有兄弟传信进来，说有大队人马马上杀上山来，还自称是什么讨逆大都督旗下郭直将军率领的大军，说要夺我们的山寨，杀我们全部人，拿我们祭天呢！听他们放屁！没事，大哥，我们山寨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，兄弟们凭借地势，也能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对，片甲不留！杀！莫说大话。老二哥，那个姓郭的是咱们的老熟人了，就是之前一直驻守望州的郭将军。原来是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投靠了孙敬，那还真有点难办。那个姓郭的出身硕系，但是论天下普兵，咱们镇西军何尝放过其他诸府？对呀，是啊。这是我镇西军的斥候兄弟，他今夜一路跟着郭直，他也来向我报讯。郭直残军还有不少人，且他们弓箭娴熟，硬碰硬，我们肯定会吃亏。那石七郎，你赶快带着这位娘子一起走吧。小薇，你先回营地，公子在并州等你。对，石七郎，你先走吧，这里有我。也是，我这个斥候出身的兄弟，他最擅长在密林里作战，他必能战胜郭直那些残兵。我也留下来帮忙。我这位女使极善兵法，把她留下来，必能助大家一臂之力。多谢诸位，多谢。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你还是赶紧回你的望州城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身为我爱妾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？你要是再如此口齿轻薄，小心我杀了你。你看，你杀人的力气都有，却没力气走路啊。不行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你想法子吧，我不走了。我还真有个法子，不过呢，你得配合我。走，换衣服吧，屋里没人。好了没啊？马上。你不就换个衣服吗？怎么这么磨蹭啊？哎，我换好了。好了，走，走吧。好了。你这么白白净净的，不行，过来。干嘛？别动啊！这干什么？你是要扮村妇？你看着像村妇吗？这又是做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系到衣服里。为什么？当然是让你扮孕妇啊！你挺着个大肚子，我才好去借车嘛。你不是不想走吗？那为夫便带你坐车进城。孕妇，快点啊！猪怎么塞啊？你能不能快点啊？有车坐就不错了，还嫌慢，急什么？怕人家不知道你肚子里面是稻草啊？喂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我又不是君子，我是淑女。
你淑女，你看你这模样，贤良淑德哪一个沾边？让我说，喂，我警告你别打了啊！我还手了，哎！老婆子，别哭了，山货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打。那些人置气，我知道，啊，我知道。云，老赵，请问这里离并州还有多远？还远着呢，还有100多里路呢。您脸上这伤是怎么了吗？别提了，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山里面来了官兵，还在前面的官道上突然就设立了关卡。我跟老婆子本来是去赶集的，谁知道那群人比土匪还凶啊！今天晚上是烤兔肉。哎，这是我们拿到集市上换盐的。拿着，我们城里跟着孙大都督旗下的郭直将军讨逆伐乱，吃你几只兔子怎么了？滚！小龙君，千万不要走官道，那群人坏得很呐。大姑娘、小媳妇儿，他们是更不放过。你家娘子年纪轻轻的，再说下到她肚子里的娃娃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那除了官道，还有哪些小路可以绕开吗？从这里上山，往西面走有一条小路，那就绕得远了，而且都是山路，不好走。等天一落黑，就更不好走了。谢谢老赵。哎，记住啊，别走官道，别走官道，别走官道啊！很久没有吃你蒸的蜜瓜烙了，我来尝尝。不错不错。你怎么看那个十七郎李逆啊？这个人啊，他在皇家宗室里委实不显。我听闻，他当初非常的顽劣，让先帝大发雷霆，将他贬到了军中去了。我叫人查过兵部档案了。他被贬去镇西军的同时，裴宪将自己的小儿子裴元从龙武卫也调到了镇西军中。此后，裴元一直和李逆形影不离，总在一队。裴宪这个老狐狸，眼高于顶，他让自己的儿子追随的人，必然不可小视。可是我听说，裴宪共有10个儿子，有的在军中，有的弃武从文，有的却做了道士。像大都督这般筹谋周密，裴宪又怎知大都督会举起义旗呢？既然不知道，他又怎会早早布局，去重视一个被贬到军中而失宠的皇孙呢？怎么了？手怎么这么疼？没事，快走吧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没什么，走了。你这样怎么走？起来，背你。上来。
醒了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这是哪？这种地方呢，一般是猎户上山打猎时歇脚用的。刚才天色已晚，我就只找到了一种草药，给你敷上了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我没那么娇气。老婆子，别哭了，山货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打。那些人之气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气出病来怎么办？老婆子，你慢一点。知道啦。老张。是。老张，怎么是你们呢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谁呀？咱们今天碰到的小夫妻，你说巧不巧？是吗？哦，哎呀，还真是！快坐，快坐啊！多盛一点啊，多加点肉，尝尝真正的山鸡的味道。多喝点啊，暖暖身子。尝尝。这山鸡啊，是我老头子刚打的，煮汤可好喝了。多盛点肉，盛点肉。尝一尝啊。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啊。哎呀，我老头子呀，也爱喝我煮的汤，不过可惜我呀，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的。要是有你这样一个闺女，多好啊！来，老头子，你辛苦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好喝，好喝。你们少年人呐，多吃点肉，明天还要赶很长时间的山路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对了，老张，这都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跟老婆子本来是去赶集的，结果呢，也没换成，东西也被那些官兵给抢走了。老婆子左想右想不甘心，非逼着我回山里再转转，看能不能再打几只山货。结果呢，只打到了这只山鸡。眼看着天就要黑了，我知道这里有个落脚的地方，没想到还碰到了你们。你说，这是不是缘分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刚听到动静，还以为是歹人呢。你呢，领着你家娘子赶路，多个心眼是应该的。这世道乱得很。是啊。哎，喝汤，喝汤。喝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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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多吃一点啊！来，老婆子，你也吃啊，你也吃，吃一吃。哎呀，你吃点，再来。
人骑着马，八成就是官道上的那群官兵。老婆子，老婆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那2个人或许就藏在前面。命中线公路围起来。是。这是我前几年待着没事自己挖的地窖，原本是存山货的，大小正好能够藏下2个人。你马上领着你家娘子赶紧下去躲一躲。对，不行，要躲也是老张您和婆婆躲进去。哎呀，那群人都认识我们，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。可你们2个是生人，如果被官兵发现，反倒更危险。我和老婆子也脱不了身。对，赶紧下去！快，好孩子，快点，闺女，快点！走，若有生人，立刻格杀勿论。爵爷，我们是山里的猎户。有没有看到个少年郎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像一个读书人？爵爷，咱们这10里8乡的，哪有什么读书人呢？提起读书，还就镇上的单先生。啰嗦什么？军人！这么好！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别带出去！走！爵爷，饶命啊！爵爷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既然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放你们回去吧。松开他们，走吧。谢谢爵爷。
他们人呢？死了。什么？我刚才出去看，2个人都死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拿针刺晕我？如果不是你拿针刺晕我，他们就不会死。你知道外面有多少弓箭手吗？发现他们窝藏我们，如果我们鲁莽出去，根本就来不及，反倒会让他们立刻毙命。那现在呢？如果当时出来就还有一丝机会，你却不愿意试，你就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。你这个人还有脸和他忘恩负义的小人！我就是，你杀了我吧！我定会为你们报仇。快点，快点！耶，过来！哎，你，过来，走吧。谢谢。别动，过来。军爷，我试试有没有毒啊！走。哎，爷，站住！过来！怎么样？这是？行，走吧。别动！哎呦！小娘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是不是走得累了？我们给你出个主意啊！你把你的小脸抬起来，让我们看看俊不俊。只要是俊的话，今天就不用走了。哎，娘子，我在这里。这位官爷，不好意思，说清他不懂事，没怎么出过门，这点钱请你喝酒，宽宏大量。走。哎，是。晚上喝一杯啊！喝酒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着我，就是想要军粮。那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哈。松开。慢点跑啊！掌柜，来一间上房。哎，好嘞。那，本店概不赊欠。想住2天上房是吧？先拿50钱定金。50钱定金。
掌柜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今天先住上，明天我一定把房钱付给你，好吗？通融？没钱住什么店啊？哎，你看看你啊，从上到下穿的这个寒酸样。出去！不是，麻烦你通融一下吧。你看我挺着个肚子。出去！钱我这儿有。前面有大队人往这边来了，他们的马很好，速度很快。那咱赶紧撤呀！太气人了！果真这个王八蛋不会跟姓孙的坏蛋一伙，占了咱们山寨不说，还把咱们像撵兔子一样撵得满山跑。哎，你做什么？是崔公子，是我们家崔公子请来了。崔公子谁呀？听着就像是个小白脸啊！哎呀，两位里面请。两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啊，小的就不耽误两位休息了啊。哎，你还演，再演下去我都信了。干嘛？又想趁我不注意一针刺晕我呀？你放心，要是有机会，我还要一针刺晕你。可有见到何校尉？我们在山寨见过，他平安无事。只是为了甩脱郭直的人，我们兵分了两路。那就好，继续探查校尉的行踪。陈兄，此事交给你去办。是，你看，我就说是个小白脸吧。大夫，有何不同？老夫没摸到滑脉，尊夫人腹中的胎儿，怕是保不住了。这个无妨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大人要紧。啊，尊夫人这脉象是风邪入内，高热不退，必是受了外伤，又失于调养。幸好她底子健忘，才撑到如今呐。是，先前在山上，他腿受了伤。啊，这就是了。我写个方子，你先照方抓药，然后再买些跌打药丸，用酒研开，给尊夫人伤处敷上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有劳了。啊。给。这边还有。我们在是。有。别抢！我们崔家军军粮充足，不够的话我再去拿。多谢啊。给。多谢。哎，等会儿我就要随我们公子一起走了。别忘了。吃吧。那吃完以后，咱们就一起出发。出发？出发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我们崔家军啦。我们崔家军从来不亏待自己人的，只要加入我们崔家军啊，这种细面饼子天天都有的吃的。常二兄弟，不是去找镇西军吗？慢慢吃啊，吃完咱们就走。那位女娘之前不是说她是皇孙的爱妾，跟石七郎私奔了？这桃子是他的使女，这怎么桃子又成崔家军的人了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俩人没准他就是身在曹营的心在汉，反正石七郎都说他自己人了，那他肯定就是自己人。桃子姑娘，哎，这饼还给你，俺们不吃了。对，还给你，都不吃了，还给你，都还给你，不吃了。喂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，吃呀！这么好的饼子，为什么不吃呢？为什么不吃呢？就是嘛。啊，吃，都吃。吃完了以后，我带你们去望州找镇西军去。来，都吃。镇西军，
好打。没有啊。哎，这个饼真的很好吃，你要不尝尝？要不是为了粮食，我还替你煎药，才不管你死活。阿娘，阿娘，病了还是到喊娘？阿娘，阿娘。 走，一定要活着，阿娘。这么狡猾狠辣的女人，病了也只会叫娘。吃药了。我一定会活着，我一定会活着。我要不是为了军粮，就呛死你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反正你也不会交代军粮的去处，在我身边也是累赘。我想，不如一刀杀了你算了。你杀了我吧。 你腿受伤了，还上来做什么？
对不住。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？其实当时我把你刺晕之后，我很快就从地窖上去了。我以为他们不会对老张和婆婆下手，我以为我一定能找到时机救他们。我自诩聪明能干，但是我没想到，最终还是没能救成他。我看到你在老猎人夫妇墓前放的花，还刻了个恩字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后悔。我已将他们安葬了。我只恨没能救成他们。你病了的时候，一直都在喊阿娘。小的时候，我住在边关要塞。有一日，城中所有的男子全都出城打仗，没想到却有另一股敌人绕来西城。当时我阿娘一直喊我，让我从地井爬出去逃命。剩下城里所有的妇人一起力战，直到最后一个。等我和爹爹回来，看见我阿娘，看见他们所有人的尸首都被吊在城墙上，他们的血把城墙都染红了。我记得朝廷曾经表瀛州将军娘子为武烈夫人，当时接朔西城，武烈夫人力战不退，以身殉城。所以你娘也是娘子军中的一人。是，朝中精兵只有一人，但当时守城的娘子军一共有129人，他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儿女的阿娘？他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阿娘的儿女？但是他们为了救更多的人，毅然赴死。我阿爹问我，还记得你阿娘最后跟你说的话吗？二娘，听娘说，你爹爹现在一定正带着人急速往回走。现在出门以后往西走，一定能遇见你爹爹的，知道吗？快走！敌人已经杀起来了，你这样会死的。好孩子，守城是娘的本分，你还小，活着才是你的本分，知道吗？阿娘，我不走，我死都要跟你在一起。好孩子，活着才有希望，活着才知道娘亲到底为何而死。我不走，活着长大，将来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娘的阿姨也能救很多人。走，快走！我不走，走！阿娘告诉我，你一定要活着，你只有活着，才知道我为何而死；只有活着，才能看到希望。我让阿娘同我一起逃走，阿娘说她不能走，
若是他们逃走，坏人就能夺得这边塞要地，到时候会杀好多好多的人。为了救更多人，他不能走。这就是你当时在猎屋义正辞愿我的原因啊！你我都肩负重任，我们只有活着，期望之时才有希望，才能救更多的人。别喝了，一直这样的。这个谢长居然敢跟本姑娘抢人，下次见了他，我一定让他复习个3天3夜，让他知道本姑娘的厉害。查尔兄弟，没想到十七郎竟然是皇孙，你咋不早告诉俺们呢？哎，赵二哥，你打自己干什么？我以前嘴贱，十七郎可是皇孙，是咱们镇西军的主帅，这个太好了。二哥，之前不都说好了吗？咱们一起去镇西军，到时候咱们跟着小裴将军还有十七郎一起杀敌立功。对，好，跟着十七郎杀敌立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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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敌立功。好，那以后我们就是义军同袍，是兄弟。对，来。是同袍，是兄弟，是同袍，是兄弟，是同袍，是兄弟，是同袍，是兄弟。走吧，娘子，慢点，我扶你。先给孩子吃啊！店家，哎，您说，这是怎么了？娘子有所不知啊，今天早上城门一开就涌进了这么些人，说是郭将军夺取了望州城，镇西军吃了败仗就一路逃啊，郭将军就派兵一路紧追，杀了好些人，还说镇西军的奸细一个都不能放过。你看这老百姓，日子可难过了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从哪儿来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孙都督这一声令下，郭将军就打回望州了，说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奸细。你看看，你看我们哪儿像什么奸细呀？这打来打去，遭罪的还是老百姓啊。郭将军打回了望州，那镇西军呢？镇西军去哪儿了？都被杀死了，城里被杀得血流成河。又是这个故事，说是逃了几个，郭将军满城在找奸细，赶紧走了。要是被捉住了，当成奸细，那是会被杀头的。走了，走了。长儿兄弟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得先回望州。镇西军听着挺厉害，怎么就打了败仗了？镇西军虽然厉害，但是人家郭将军人多，郭将军身后站的可是孙都督。我听人家说呀，这孙都督是什么天上的天煞星转世，不仅把皇帝全家都给杀了，还偷了好几座城。这一进望州，又杀了好多人，说是什么镇西军的奸细。你作何打算？
什么作何打算啊？你跟着我，所谓粮食，但现在我们人已经在并州，镇西军又从望州退走了，我就不信你跟着我没有其他打算。那我就这么一直追着你，你们崔家军会把粮食分我一半吗？你说呢？我这个人，从来不肯让别人吃亏。我想要粮食，可不就得拿你想要的来换，方能显得我诚恳敦厚。天哪，皇孙可是这全天下最诚恳、最敦厚之人。我的腿伤都已经好了，不用再喝药了吧？你这样的人也怕喝药？你赶紧给我喝了，要是好不利索，回头遇上敌人拖累我怎么办？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给你的奖励。什么呀？蜜饯。今天在街上看你两眼灼灼盯着这个东西，我想你肯定喜欢吃，于是我就给你买了一包。无事献殷勤。你要做什么？既然吃了我的蜜饯，你要不要同我一起去拿下并州城？一包蜜饯就想让我拿并州？皇孙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！并州城主韩立是个阴险狡诈、两面三刀的小人，他早先就不奉朝廷的号令，与谋逆的孙敬貌合神离。韩立所有不过并州、建州两城，可偏偏这两个地方处于水陆要冲，不论是运粮还是用兵，都得经过这两个地方。所以皇孙不仅想拿下并州，连同建州也想一起拿下。建州距离并州不过200余里，快马一夜可到。建州的守城将军只认符不认人，所以只要我们得到韩立的虎符，我们就会拿下建州。只要拿下建州，举兵而返，那并州自然也在囊中。而且我还探得了一个消息，韩立啊新得长孙，马上就要办喜儿宴。看来咱们得好好备份大礼，给这个韩立送过去。既然是大礼嘛，那肯定要精心准备一下，才能偷得主人所好啊。这就是皇孙的诚恳敦厚之处啊！想用并州和建州来换我崔家军的粮食。看样子你的伤好像是好了，那我也不需要再诚恳敦厚了。今晚开始，你睡地上，就这么定了。我的伤还没好呢，谁说我伤好了？终于可以睡床了。哎，地上连被都没有，我怎么睡啊？我让你睡。这腿伤明明已经好了，非让我喝药，我喝了药，却又让我睡在地上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怎么样？好看吧？花了我不少钱呢。吃了你一包蜜饯，就让我帮你算计并州，今天居然下如此本钱，还给我置办上衣裳了。看来所谋甚大呀！明日正好是并州的吉日，我们赶大集去。不去。你不会不去的。
这是我昨天给你的衣服吗？怎么感觉你穿上完全变了？你哪里懂得女人家的装扮啊？我这是专门去姑衣铺里面换了2件更加合身的，还把你买那个绢花换成了更加好看的通草花。娘子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为父今日都有些怯场了呢。只要穿上那个东西，再怎么样也漂亮不起来。那怎么会呢？就算这天底下所有女子都这么穿，那你也是最漂亮的一个。哼，皇孙果然连夸人都是诚恳敦厚呢。想必今日要用到我的地方，甚是多呢。那是自然，娘子劳苦功高，有请。谢谢。我刚打听了，韩立府新请了一个乳娘，有个嫡亲嫂子，人称徐娘子，逢集就出来摆摊卖豆浆豆腐，为人爽快，爱说话。等会儿我们见机行事，总有办法套出她话。既然如此，你去买块细布来吧。买细布干什么呀？买细布，我才好跟徐娘子搭话呀。傻。客官，您的豆浆来了，请慢用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娘子煮的豆浆好稠，真是清甜。那是，10里8乡的小娘子们都爱我这锅豆浆，确实好喝。小娘子，这细布料子是给腹中小儿买的吗？是啊。小娘子家中并无母亲长姐吗？娘子是如何知道的？若是有母亲长姐，就知道这种粗心的细布料子不能给小儿做衣裳的。若是有旧衣改制最好，实在没有，只能将这细布料子洗过、晒过，再洗再晒，务必将这新料子上的浆洗净了才软和。小儿的肌肤何其的柔嫩，若用新布，定然会磨破的。哎呀，多谢娘子了！如果不是娘子提醒我，我可真是一点都不知道，要犯大错了。这哪里值得你谢？你别怪我多嘴就好啊。娘子煮的豆浆好喝，人又热心，怪不得左近的人都说徐娘子是个顶好的人呢。哪当得起你这般夸奖啊？哎，郎君，我想吃蜜饯了，郎君去帮我买一些来吧。我在这儿歇歇脚，正好有很多事情想跟徐娘子好好讨教讨教。好的，娘子。哎，慢走啊！来，再来一碗，娘子喝啊！是不是这家的好吃？对，就是这家。你这位郎君啊，心细，会疼人。店家，您的豆浆钱。哎，好嘞。徐娘子，做了一上午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多谢你陪我聊了这么多。晌午后生意清淡，你若得闲，改日再来，我做豆花给你吃啊。好，我们一定会再来的。好嘞，慢走。走了。哎。哎，打听的怎么样？当然是打听清楚了。韩府这位乳娘的生平来历、爱憎喜恶，已经全都了如指掌。可有用处？哼，这位乳娘喜欢吃观音豆腐，爱吃熟米，还喜欢吃一种咸菜，本地人叫做金不换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略知要领，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吃，大人是不要紧，可是如果婴儿吃了它的乳汁，必定会腹胀腹泻。严重的时候还会发热起红疹子。我旁敲侧击问了这位徐娘子，韩府那位乳娘自己亲生的2个孩子，在新生3、4日时正是这样病过。所以韩府是一定会请大夫的。
了。